咱打算出去旅游。但说实在的，你出去旅游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恐怕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呀报团。为什么报旅游团呢？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旅游概念呢，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真正过渡的休闲旅游，还处在观光旅游的状态。就这地方我没去过，我得见识见识。所以抱团旅游呢，应该说是走马观花最好的一种方式。可是抱团旅游，大家现在心里头都有个顾忌，就是你从踏上旅途那一刻开始，就容易被这个导游旅行团算计。当然不是他一家算计你，跟商家联合到一块儿，景点没转悠多少呢，总拉你到那个购物场合去。这有时候你不买点东西，那导游那脸马上就变得那才快呢。近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追求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新目标，于是出外休闲度假旅游便自然成了提高生活品质的不二之选。然而旅游过程中诸如强制购物、强加自费项目等行业乱象却成了观光客最头疼的事儿。2010年7月，香港女导游阿丽恐吓要挟游客购物的影片一经披露，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不管你任何人，不要跟我说我没有需要。那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说我也没有需要去吃。今天晚上住酒店，我会把酒店的房门全部给锁上，我们没有需要自助的，消费不够嘛，对不对？我希望我们那个大陆的同胞，我说一声非常的抱歉，对不起，可能今次的事件令到大家对我们香港的旅游业的一种误会，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所以这一道咱是去玩去了，高兴去了，不是惹气去了。但你要一想，咱别生气吧，就得掏钱买东西。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一谈到这钱，你把这感情伤了；但你一照顾这感情，把钱伤了，多花钱了。所以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为这个购物这事儿感到烦恼，因为他这个购物呢，导游带你去的都带点半强迫性质。好一点导游呢，哭哭啼啼的，哎呀，大哥大姐呀，大叔大妈呀，我这一个月呀，连这底薪都没有啊，就靠卖点东西提成啊！你们要不帮我忙，我就完了，我媳妇儿都找不着。有的人心一软，你想咱也看不得人家哭哭啼啼，买吧，这算好的。要不好的，他就有时候跟你来硬的。你看，我记得去年2013年7月份，北京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来北京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北京总有那种这个一日游。哎，你到哪儿报个名啊，然后就一台车带着你，常见的，比方说从天坛那出发，然后天安门广场、这个故宫，完了就给你拉颐和园去，这算完事儿了。一天这4个景点还可以，你觉得这时间安排的应该是很充裕的呢？可是去年2013年7月份，就有一波游客遇到了这么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儿，就是本来4个景点都算计好了，上午、下午很均衡，没想到呢，每一个景点游览的这个时间非常紧，就跟后边有人拿鞭子赶你说快点快点快点，干嘛呢？导游呢是想让大家快点结束景点旅游，然后到附近的购物点去。这不用问了，到了购物点呢，卖东西呢跟导游他有沟啊，他里下，所以就这么着急急忙忙的。等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大家跑到一个购物点去呢，买东西这额度，因为有很多旅游者心里不满，说这跟骗我们一样，就不愿意掏钱买东西。结果消费总额呢，可能就这么几百块钱。导游一看提成拿少了，马上脸就撂下来，干嘛这样？你们干嘛？我们指着什么玩意？你们不掏钱买东西怎么？甚至最后跟乘客吵起来，到什么程度？把刀拿出来了，干嘛呢？说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最后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近日，有游客跟着北京的一辆旅游大巴去游览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啊、13陵啊。在这一日游的途中，注意啊，是一日游，一天当中最少停留了6个购物点，导游用武力胁迫游客购买烤鸭、果脯等等食品和纪念品。到了中午12点左右，因为全车乘客在购物景点的消费没有达到导游的要求，司机居然就不开车了。有游客要求启动发车，导游甚至开始破口大骂，并且持刀对游客行凶，要求游客下车。大人，下车！你让我弄死你！下车！否则我弄死他！开开！据曝光者说，要求发车的游客后来被大巴车强行抛在了荒郊野外，而旅游大巴车却扬长而去。就算这样，骂人的导游仍不解气，
还在大巴车上打电话给景区里的东北老乡，要求他们拦截下车的游客，殴打他。这件事经网友曝光后，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目前，持械威胁游客的孟某已被公安机关处以5天行政拘留处罚。另外，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宣读了对涉案车辆及相关单位的处罚。该事件呢是一起合法旅行社租用合法旅游车被黑导游利用侵害游客权益的事件。当事驾驶员呢根据导游的指示拉游客参观旅游景点，没有严格按照旅游车辆这个包车合同中约定的线路行驶，也没有制止导游的行为。市交通执法总队已经依法对银建国旅公司处以3000元的罚款，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对当事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有的朋友说那是过去时了，因为你说这2013年7月份，去年10月1号，咱们出台了新版的旅游法，旅游法里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于2013年4月25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新颁布的旅游法对旅游相关内容都做了明确规定，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法将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对于旅游行业中诸如强制购物等行业乱象，旅游法又是怎样规定的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除了游客同意或主动申请的购物外，旅行社关于购物和额外消费的安排都是违法的。一旦被投诉或发现，旅行社会受到最高30万元的罚款。就是我们的旅行团导游不得强制旅客购物，也不准许在游客的旅途当中安排这种购物点。这个旅游法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了，可是规定是规定，你很难马上把行业的这种风气扭转。咱们大家都知道，过去报旅行团经常就零团费，就说你这几乎不花钱，那哪有这好事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方面不花钱，你就得在别的上花钱。所以旅游法出台之后呢，不准许搞零团费，其实它就是控制、强迫旅客购物的。但是你一不搞零团费，不能强迫旅客购物。现在我们看什么新马泰、游香港、游云南哪儿，这整个的费用价格就上来了。那有的时候，即使这费用价格上来，也有一些黑导游和黑旅行团，他会考虑在你身上捞好处。你看，这又是今年年初，今年1月份的事儿，就有旅行团到这个云南丽江去旅游，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了，就是这上边的导游呢是2个，一个是有导游证的，另外一个是黑导游，是这个导游请来的帮手。结果也是由于这有的旅客呢，对于这个给拉到购物点买东西他不满，结果这双方就骂起来。我这次跟你们换这个经济，但是呢，有的朋友心里面自己清楚了，1分钱不消费的那种，1分钱一路下来1分钱不消费的，心里面自己当然想一下，没有。这是网友提供的导游骂游客的一段视频。这位男子先是表示了对游客不愿意消费的不满，接下来的话语就更加过分。比卖淫更可耻，难听的话不要不爱听，但是事实。说到这里，男子并没有停止。以后如果说你当1分钱不消费的这种朋友，以后就不要再抱团来了，哪里都不要去旅游，不花钱睡在家里面它是最好。随后有女性人员上车推销螺旋藻，要游客购买。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开车嘛，来看一下，得支持一下是吧？来到丽江也不容易是吧？以前几万都花了200-300块钱，带一家人点健康，有这个条件的可以带上一点。这段视频在网上曝光后，被很多网友转发。3号上午10点13分，丽江市旅游局官方网站发布了请各位网友提供丽江导游骂游客视频更多信息的消息，并公布了旅游投诉电话。当天晚上7点，丽江市旅游局官方网站发布了丽江导游辱骂游客视频的调查情况通报。旅游局表示，初步查明涉案导游叫刘俊杰，是丽江森龙旅行社安排的导游王光志请来的助手，刘俊杰并无导游证。
同时，丽江市旅游局依法对该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你听他骂这话都特别难听啊！什么云南欢迎你，丽江欢迎你，欢迎你干嘛来了？欢迎你来花钱来了。你出门一个子儿都不花，你还不如回家睡觉。我告诉你，出门不买东西比卖淫还可耻。你看看这话多难听。当然，这个呢都有一些画面佐证。后来呢，旅客呢投诉，结果当地的这个旅游局处理这个事儿了，把这个旅行社呢罚了30万，旅行社的负责人罚1万，这俩导游呢各罚1万。有证这个呢吊销证了，没证呢不准在这地方考证。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有的朋友觉得挺解气，说这好，你看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政府，有旅游法给我们撑腰，我们今后出去就不会被强迫购物了吧？旅游法颁布到现在，依然存在着大量强迫、半强迫购物。但是呢，他为了规避这个旅游法呢，他做了很多乔装改扮。比较典型的，我给大伙说几个例子，你就明白。第一种呢，叫偶遇法。什么叫偶遇法呢？我没说带你购物，就赶到这儿了，你看这旁边就是这种情况呢。有的设计很巧妙，你比方说新马泰旅游到泰国去了，这导游上午带你看各个景点都没问题，中午不吃饭吗？还没吃饭，吃完饭呢，导游就说：“哎呀，这个楼上啊有块空地儿，能看到挺远，大家上面溜溜弯，消化消化，挺好的事儿吗？”大伙一看不错呀，那上去吧。结果到了楼上才发现呢，那基本是个大的购物场。就说你在这个溜达，这1个小时也不安排别的事，你就得在这待着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就自觉不自觉就掏钱买点东西了。他没有说我给你安排购物点，就假装偶然，你看在这吃饭，楼上转悠转悠吧。这其实也是导游和这个购物地点安排好的。那还有的转悠转悠到这景点了，说累了。导游建议说，旁边啊有个地方能免费喝咖啡，还有那床垫让你免费躺着，这景区福利去吧。结果到那一看才知道，是免费咖啡，是床垫让你躺着，但那是个卖床上用品的地方。咱中国人有时候好面子，你比方说咱们到哪个宾馆的大堂，那个大堂里头不是咖啡吧吗？有时候你坐那吧，人家服务员也不见得就是非得像你一样，你得点点啥先生，不见那样。经常拿着本过来了，往这一放，先生您要什么？咱有时候说就在这等人，要不消费点，咱面子上都过不去。那我就来杯咖啡吧，一杯咖啡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好面子的人有时候更容易上这个当。他设计这种偶遇的场景，你没办法，你来了买点吧。有的景区更缺德，咱一点不隐晦，三亚咱不少朋友都去过，那天涯海角路回头那儿，进去是从公园大门进去了，出来这大门不让你出，非得从那商场里走。那商场大的那个都吓人，从里边走到外边得走半天。走这过程当中，有人给你推销这个推销那个，我认为这就是景区缺了大德了。三亚现在这个景区旅游秩序非常差劲，你别看它人多，如果不整顿的话，恐怕将来这景区得出点事儿的。这不是我咒他确实管理的非常差劲。在购物这方面，他这也不是说旅游法能规范得了的，人家没强制你购物，可是呢，我把那口堵死，你非从这儿出这就是商场。所以这是现在一种方法，偶遇式的。还有一种呢是瞒天过海、乔装改扮的，就是我让你去这地方都是旅游景点，但其实这景点里有不少就是购物的。那边有的朋友他到这个云南去，这个一看呢，今天走的几个景点有什么这个云南民族风情村，有这个什么云南茶乡，有这个七彩云南，你听着都挺向往，民族风情又七彩云南的，想起那歌彩云之南多漂亮啊，去吧。结果这仨地方你听着好听，全是购物的。所谓什么云南民族风情村是什么呢？卖各种玉啊工艺品，那种服饰的，卖这个的，在里边一待得3个多小时，这商场才能逛完。所谓的云南茶乡是卖茶叶的商店，所谓七彩云南就是一个小农贸市场，让你买当地的中草药土特产品。所以你面上看这都是旅游景点，但骨子里全是购物的地方，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这是现在非常常用的招。我估计就今年小长假大家确确实实经过修订之后呢，把这个强制购物这块给掐住了，但是它这个利益链条没斩断。就这个利益链条往往是跟当地的管理部门有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勾结行为，而且旅行社它的盈利模式没有在新旅游法出台的时候有大幅度的调整，所以他还拿原来方式挣钱，他就想法规避这个法律，就会出现种种瞒天过海的情况。
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行了，咱也别指着这个了，一时半会儿恐怕这现象不会得到彻底根治。我要抱团出去旅游，不经常挨宰吗？有的说那就景区就讲嘛，顾客是上帝，那上帝到我们这来还不被宰两刀吗？上帝挨宰是种义务，但干脆这上帝咱不干了，干嘛呢？我散客总行吧，我不跟旅游团走。哎，我比方说我们两口子，我们这个对象，或者就干脆我一个人，我出来，我不跟团走，你上哪儿宰我去？我告诉大家，强迫购物使你上购物这个当这个事儿，可绝不是仅仅发生在旅行团身上，个人身上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我自个儿，你怎么让我买东西？有办法，我跟你说几样事儿啊。你看看，你如果要单枪匹马出去旅游，碰到这个事儿，你可能就会处理了。咱先说一个出国的事儿。北京有位刘先生，这刘先生回来讲了他经历，我们听都觉得挺可乐。他这个去泰国旅游，泰国有一个旅游景点叫大皇宫，哎，就跟咱们这故宫差不多，就过去泰国的国王啊都在这里边待着，那景点很有名，泰式建筑很漂亮。他说我这自个儿来的，先找家店住下，说我早晨呢我起来，我奔那皇宫去，从我住的地方到那儿也就走个10分8分的，我自己随便玩。哎，他从这个旅店出来，往这皇宫走，也就快走到了，大概转过个街角就能见着了。这时候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个泰国人，当地的，一看像个商贩似的，走到他跟前，冲他招手，嗨，萨瓦迪卡，莫迪库奈，没听懂。完了 ，hello，OK， 哎，他懂英语，这刘先生，这个人也会英语，本地人，就跟他交流上了。说先生，你甭费这劲了，为啥？大皇宫今天关门不开。那怎么的？内部整修装修啊，开不了。要说这怎么办？真的？那我告诉你，你呀，这来也费劲了。你要在这周围待一会儿啊，一会儿太阳出来了，这地方热了，你还不好走了，这交通堵。你现在赶紧该干嘛干嘛。我告诉你，别打车啊，打车太贵。我们这地方有那便宜的，什么呢？搁咱们话就说三蹦子，突，他当叫突车。他烧柴油的，你打那车，你记住打那黄色的，黄色便宜，你别打蓝色的，蓝色的贵。你看碰着这么个本地人，很热情的告诉你，人家也没说卖你啥东西，也没说要怎么着，这很明显他不是骗我的。这刘先生说还行，碰到好心人了，行了，转身就往回走，刚一转身，突，过来一个这种三蹦子，哎，这一看还是黄色的，正他说那便宜 ，hello， 上车了，哎，这车上这位呢？英语也不错，因为旅游区的人们都会两句，就跟着刘先生聊上了，聊得还挺投机，告诉他哪儿好玩啊，吃什么东西好啊，越聊越近乎。这司机就说了，说这都说你中国现在富了，你都有钱，我求您点事儿呗。这我也不是想让你买东西，这个我们呢活得挺不容易。那个我们跟珠宝店呢有这个协议，我要给他带过去一个说中国的游客过去，他就给我免费的加一箱汽油。咱知道三蹦子那东西，柴油汽油没多大油箱啊。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您不用买东西，到那看看，他就给我油啊。你看到这个程度了，这脸皮熬不过去了。这刘先生说行，我去吧。就这么的，在他带着之下，跑到那个珠宝城，到那儿转悠了一天。那去说不花钱，这里边看看，这个告诉你多便宜，那个什么，而且更可气的，经常有那样老乡骗老乡的。蹭一下冒出一个中国人来在里头啊！一看你就是同乡，你是哪里人呢？啊，说我东北人。哎呀妈呀，咱老乡口音马上就变。说我在这已经待多少年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发了，我这个在咱们这国内计划生育不让生孩子吗？昨天我的老婆，后来的老婆又给我生了一个，我高兴。今天只要见中国人，店里这货我白送你，你挑一样给你。咱有的人呢不好意思，有的人愿意占便宜，可能真就挑一样。他进来，我还有大量的货，你看这边是高档的货品区，今天我高兴交朋友，我就干脆2折3折卖给你。你这一看见便宜，尤其前面便宜已经拿了，来吧，你再接着买。结果2折3折你买到手的东西，它都是假的。所以这说到这儿，您可就明白了吧？其实前头那个告诉他你打什么车呀，大皇宫不开门的那位，和这司机再加上里头卖货的都勾着的，他诚心看你可能有钱，就骗散客呢。这最滑稽，这刘先生这头一天在这珠宝城里逛一圈，第2天他又去了，结果走到半道又碰上一个，一看像教书先生，戴眼镜，挺斯文，而且是个中国人，就是直接张嘴跟他说了，别去了，我刚回来。
那大皇宫关了。这怎么今儿又不开？他们也休大礼拜，一礼拜休2天，你别去了。说那不去干嘛？你打个车赶紧走吧。注意啊，打那黄的别打那蓝的啊，那蓝的贵，跟昨天词儿一模一样。这刘先生当时脑袋也短路了，也又打了那辆车。其实那车过来，那司机跟他们还是一伙的。这司机又说：“咱今儿到哪儿吃什么？到哪儿买那丝绸啊？又买什么这古董去？又换个地方。”这2天过来，这刘先生纳闷：大皇宫真不开吗？就后来一问，人那2天照开不误。你看他是散客，这道上这些人啊，一个接一个形成利益链条，把他就给骗进来。有人说：“你说这是泰国，他那管理不严，国内没问题。”国内有时候问题更大。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听得我都感觉既可乐又有点难受。说的谁的事儿呢？咱们这期的编导，我们这期编导呢，名字叫雪飞。他发生在他身上真实的事儿，而且他不是因为做这期节目找资料，他都不知道他上当了，他当时都不知道。去年呢，这雪飞呢和他的父母呢，去杭州旅游。旅游呢定好计划了，说第2天呢，我们到这个苏堤去玩去。苏堤这很有名的景点。结果早晨呢，从这个宾馆出来往苏堤走的时候，奔公交车站去，突然车站这碰着个老太太，就本地老太太，说话杭州口音。哦，你们是外地来的啊？今天到哪里玩好的？啊，苏堤蛮好的。你看碰着个当地人还爱聊，这聊呗，聊着聊着，这老太太就说了：“啊，这个不要先去苏堤了。附近嘛，就是有喝龙井茶的地方啊，就是产茶的地方啊。你知道梅家坞好的，龙井村好的，那里的茶蛮好喝的啊，你可以到那里买一点，都是真的。”这老太太给介绍，一介绍就说：“那我们怎么去啊？你坐多少路车到哪儿倒哪儿？”人说的特别门清。老太太说：“我以前就去，现在这个孙子大了，得上下学接他，怎么着？没工夫去了，怎么着？”这雪飞的父母一听，挺可信的，去吧。就这么的，按他的指导呢。这一家3口人呢，上了这公交车，就奔这地方来了。到了这地方呢，刚一进到这个小村子里边，就有个中年妇女过来了。啊，你们是旅游的吗？就问他们，说打招呼，这不顺道打听吧？说我们到这儿就想看看茶叶，喝个茶。都说新下来这龙井茶香。他说我这就有啊，就这么把他带到自个儿家里头。你看后边一望无际的这茶园。很多采茶女在那采茶呢，到我们这来吧，给沏上3杯新茶，您喝着。然后就开始介绍这龙井茶分多少种，何谓明前茶，何谓雨前茶。你像这种茶叶，我们在外头卖多少钱？比方这个茶叶，在外头2000块钱1斤，我们专门供应北京的。这个茶叶呢，轻易就我们自己家喝。一般来说，怎么讲的天花乱坠？你作为这边的一家3口，他没有这个茶叶的知识啊。听都听入迷了，连说这茶叶怎么好，带讲当地的故事什么的，又关心呢。你们来可得注意啊，这边天潮湿，有时候这冷气顺衣服缝往进钻。一来二去，这信任感就建立了。再一说这茶外头得卖2000块钱1斤，我这就卖600一斤，人家又把茶叶端上让你喝，又给你介绍，弄得这一家3口最后都不好意思了。而且一看这茶闻着也确实香，600块钱买1斤吧，买了1斤茶。买回来之后，家人都挺高兴，你看这可买着真的了。一看别人送的，你那都假的。我在原产地，人家就茶农介绍的，能假的吗？送亲戚送朋友。结果这个事儿呢，这一家3口人不知道，一直到我们要做这期节目，这编导他得找一些事例啊，上网搜又打听专家，一问才知道这里头存在这样骗局。回过头再一想一捋，一家3口都上当了。当然他做这期节目，这是节目完成了，他心里挺上火，因为这确实600块钱买假茶叶了。那个茶叶说实在的，我给他判断，我说30块钱都不止，因为我在杭州生活过。他说那个地方呢，根本不是梅家坞，不是什么龙井村，那地方叫杨梅岭，那块出的茶叶也不是正宗的龙井茶，但是经常当地商贩用那儿出的茶叶来假冒龙井，因为你看外表和闻，它的味道都差不多。所以你看，你就个人到哪儿去旅游了，也保不齐有各种各样的套等你。再一个比较常见的，刚才我说这些女人、老太太和那个中年妇女，这叫茶托，还有地方有香托。咱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有这个名山大川，有的这个有名的寺庙，有的人上去很虔诚祭香，往往半道上也能碰着那香客，穿得很朴素，往往老头老太太，哎呦，这块地方菩萨多灵，你得怎么拜，你得买什么样香，什么尺寸的，怎么烧。你也都听他的了，一看这都常来的，有的都居士那是。再往前走的时候，对面就过来个卖香的，正好就卖的他说的那种牌子、那种型号。
你可能就买了。其实那香10块钱不值，他卖你200、300。所以就是像这些骗散客的行为来购物的，在各个旅游景点都屡见不鲜。现在的难题就在于呢，比方说这个团购，整个一个旅游团出去这个购物，他现在有旅游法在这限制着，你真有点事儿呢，比方被骗了，你也有地方说理，也可以索赔。可是这些个人被骗的，这骗子回头你都找不着了，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得提醒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得多长个心眼，多关注点这种骗个人的这样行为，因为眼下的旅游法呢，还很可能在这一块呢还有一定的空白，也需要立法这块完善一点，把这个圈给补了。说实在的，咱们出去旅游呢是奔开心去的，谁也不想闹心。咱老百姓呢挣点钱也不容易，别挣钱不容易，花钱再花出点事儿了，那就犯不上了，还挺上火的。对于打车的人和出租司机来讲，等于是过了一次狂欢节。因为快滴打车软件和滴滴打车软件两家竞争，竞相的来补贴出租司机和打车的人。出租司机通过抢单一个月呢可以多出不少收入来，打车人呢由少花钱到不花钱，甚至还能赚钱。那么说这样的好事还能持续多久呢？这些人到底占的是谁的便宜呢？我在前不久呢也头一次体验到了用这个打车软件，还是别人帮我的忙。因为我自己呢没用支付宝也没有微信，但是别人替我打了车之后呢，说那边只要是用支付宝，马上跟司机一对接就省多少钱。我当时我说天底还能有这好事。就后来几次打车呢，跟出租司机聊天，司机就说：“哎呀，我们这便宜可占大了，太好了。”就讲述了这个过程当中买了多少个手机搁那放着，等着抢单，一个下来能多挣好几千块钱。我当时的第一疑惑就是有那么句话，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样的好事呢？后来一听说快滴和滴滴两家合计已经补贴拿出了20个亿。今年1月2号，快滴打车最先吹响烧钱大战的号角，空投1亿元补贴乘客。滴滴打车也不甘示弱，在1月10号联合微信支付，通过乘客立减10元、司机补贴10元的方式应对价格大战。10多天的针锋相对后，1月22号，快滴打车不惜血本，再投5亿元，展开乘客每单奖励10元，司机每单奖励15元的优惠价。一时间，打车软件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北滴滴、南快滴巅峰对决，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不过，似乎好景不长，2月初，滴滴打车宣布给乘客补贴降至5元。快滴打车表示奖励不变，仍然维持10元补贴力度。此后，滴滴打车又恢复了10元补贴，而快滴打车则将补贴提高到11元，并喊出永远比同行多补1元的口号。而在2月18号，滴滴打车再开豪价补贴，每次能随机获得12到20元不等补贴，并赠送微信飞机大战高端战机。面对这种返现升级，快滴打车直接叫板，将补贴也相应提升至13元，并承诺用支付宝支付车费5次，可获赠淘宝、天猫平台的退货保证卡1张。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近日，马云在来往中发长文抱怨自己老妈打不到车，建议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商量一下。随即，快滴打车宣布下调补贴，滴滴打车也调整了打车补贴作为回应，打车大战告一段落。这场从1月10号开始的补贴之战，至今已经持续了60多天。根据两大软件的官方公布的数据，补贴的资金总共超过20亿。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吓人，拿出这么多的钱，他靠什么挣回来呢？按我们原来的常识就想，这就好比两家商场在这对着打擂台你买1送1，我不光买1送1，我还给你打折，你这边打折我返券，你返券我还有别的优惠，等等等等。反正目的呢是通过价格战呢把对方击垮了，然后自己占这市场。说是不是现在快滴跟滴滴两家就这么干呢？他看起来是这样，但你一分析你发现站不住脚。为什么呢？快滴跟滴滴现在的盈利模式在哪儿？都没有。就是这个软件本身它能挣你什么钱不清晰。我说这盈利模式很重要，你看两家商场对着打擂台把你击垮了，
他得的好处是什么呢？原来买东西人就这么多，你把你挤垮了，原来这些人都上他家了，他得在他这买东西，这不钱不就挣回来了吗？就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盈利模式。那你现在快递跟滴滴这套盈利模式没有，而且眼下也看不出来他能有明显的赚钱的方式，这就砸进去快20个亿了。说这帮人真傻吗？那不傻。有句话叫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这么补贴一定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这个补贴不是快递跟滴滴两家在补贴，这两家就是炮灰。谁的炮灰呢？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这两个人的炮灰。快滴呢，他融资呢是找的阿里巴巴的马云，滴滴融资呢是找的腾讯的马化腾。这背后是二马，中国互联网界两大巨头，他俩在那掐上了。有人说他俩掐这是干嘛呢？难道就是为推广快递跟滴滴软件吗？我刚才说了，这两个软件是炮灰，他们的目的完成了，这两个软件基本上可用可不用，甚至都废了。你看最近这几天就出现情况了，快递跟滴滴分别的都把补贴的额度往下降了，不再是什么动辄10几块钱了，开始往下降。很快这两家就都会偃旗息鼓，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抢夺移动支付的客户。我具体分析一下你就知道。微信，你要用微信，这次打的的话，微信绑定你的银行卡支付。那如果要是阿里巴巴那边，人家本来马云那头就有支付宝，咱不少朋友用余额宝都知道，支付宝、余额宝，人家本身就有支付系统。那么他用快递跟滴滴这两个软件竞争过程当中竞相补贴，你只要想占这便宜，你就得安我这个软件。不光安这软件，而且你同时还得有我的支付终端，你或者用微信支付，或者用支付宝支付。现在竞争到目前呢，就是原来微信的客户和这个支付宝的客户都比以前翻了一番，这市场份额有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有的人说这个提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这好处太大了，就等于你安了他的软件，用了他的支付宝和微信，今后你自然而然的你的支付可能原先呢你是用其他方式支付，有可能转到这种支付方式。原先你可能直接花现金直接刷卡，现在变成了用支付宝和微信，这个叫移动支付的终端习惯，你可不要小瞧这个习惯。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头一次到哪个银行办卡，可能你这辈子都是他的用户。为什么很多呢？你像工行啊、建行啊，他办卡盯住大学，给大学生办卡，因为办完了可能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就是他的用户了。再比方咱公交车，说你要是如果交现金1块钱一张票，你要刷卡4毛钱一张票，很多人图这便宜呢就用公交卡了，一点点用公交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是很高明的一种营销策略，就是它影响的是你消费习惯，通过给你点便宜让你用我这个东西。你眼下这个对于微信和支付宝来说，就是通过补贴给打车人和司机，吸引你用这软件，用我的支付系统，然后你就变成了支付宝的用户，你就变成了微信的用户。有人说那你变成这用户能咋的？不就是个支付手段吗？那可不一样，这里头有盈利模式。就是我这种支付过程看起来是给你服务了，但是你只要用了我这种支付的手段的话，我有其他业务绑定就挣着钱了。这怎么挣钱？我举个简单例子吧。咱们很多朋友都使微信，这个中国电信的、中国移动的人说，哎呦，这个我们干了一辈子才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腾讯。为啥呢？咱发短信一条1毛钱，一条1毛5，但是你用微信不花钱，这一下子把短信挤够呛，使电信那边收入在这方面的收入大幅度缩减。说那腾讯就当活雷锋吗？白给使吗？不是。你如果用了我这个微信的话，那么我微信的一些绑定服务你就使这绑定服务，我通过这个来挣钱，就是我这方面给你免费，我一定有其他的盈利模式来补充。再有的，咱们过去使这个腾讯的 QQ 的朋友都知道，你用 QQ 用习惯了， QQ 给你加载这个加载那个什么的，你可能顺道都接着了，你也用它的杀毒了，也用它的传输方式了，甚至它那里弹出广告你都得看，那不是钱吗？所以就说现在的互联网金融有一个特点，它让渡出服务这块利益，它一定有其他的方式绑定业务来实现盈利。咱简单说就说支付宝呢，咱们更多人用它，最直接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做过一期关于支付宝的衍生产品余额宝。那余额宝为什么能给你那么高的所谓利息呢？它是因为大家用支付宝啊，用余额宝转到这里头，沉淀资金大了。你别看说一个人银行卡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这么多人的都来了，
为了图这点利益。好，来了以后，他有这么大一笔资金，他转到天弘基金里边去。天弘基金呢，以这些进入银行间之间的业务，我可以跟银行谈价，我把这钱借给你，你给我多少利息？那这可就不小了。你看着每个人在他那得那么几块钱利息，或者他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可以使用，这便宜得占多少？互联网时代就是边际递减效应，越是人多，他成本越低，他挣的是这个钱。我再说透一点，你就看，就眼前的，就说如果接下来这么打的话，起码就是这个快滴跟滴滴两家也能有盈利模式了。什么模式呢？北滴滴、南快滴，他们疯狂撒钱，为了啥？打车软件赔本赚吆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究竟靠什么盈利？从年初的新年抢红包，到如今的打车软件之战，打车软件背后的两大巨头，为何总是短兵相接？竞争又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和便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梁观世界，打车占了谁的便宜？正在播出。我再说透一点，你就看，就眼前的，就说如果接下来这么打的话，起码就是这个快滴跟滴滴两家也能有盈利模式了。什么模式呢？司机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在车上有时候搁2、3部手机等着抢单，这一抢单天天盯着哪有一单哪有一单，怎么抢，然后抢完就支付，赶紧把钱转走。一忙活这个，没人听交通台广播了，就其他各广播电台广播收听率都下降了。一下降了，电台广播的广告收入就完了，下降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再使快滴跟滴滴抢单的话，它里就可以插短广告，那不就等于把电台的广告挪到这块来了吗？你不就挣着钱了吗？所以就不要以为你用这个业务我白给你便宜让你得好处，我最终目的让你形成一种支付习惯，回头绑定我这些业务我来挣钱。所以这是现在互联网业务的一种特点。专业术语呢管叫 O2O，O2O 就线上线下同时互动，它不光是单纯的线上，也不光单纯线下。如果假如说腾讯、微信、这个阿里那边的支付宝，如果要在电视上做广告，在这个媒体做广告，他得花多少广告费才能达到这样效果呢？最起码来说呢，他即使花了这些广告费，能有这么多媒体报道两家打仗吗？他现在两家加起来砸了快20个亿了，每一个客户他花多少钱呢？基本补贴20块钱，他就获得了一个移动终端的客户。那20块钱获得了一个客户，贵吗？一点都不贵。了解互联网的朋友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你看各地电商在网上这个卖东西的，他要获得一个固定客户，恐怕得有200-300块钱成本。这个腾讯和支付宝20块钱就够了，这不占了挺大的便宜了吗？所以你别看他两家砸了20个亿，那都是小钱儿。你现在这不是这个阿里巴巴这些什么都上市吗？一上市之后，他有可能通过这一砸钱，他的市值就干上去了。那20个亿对于股市来讲，能有多大的这个用处？基本上消化掉它很容易。所以两家这种死掐，天底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他们有他背后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来看，基本上两家已经达到了。他达到之后，他一收手，这两个打车软件就成炮灰了。所以咱们眼下不少司机朋友还是乘客，别让人得意，这好日子很快就来，人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而且这两家打仗不是1天2天了，咱们知道余额宝等于是大获全胜的一仗。腾讯当时一看呢，赶紧根据微信推出个理财通，但是理财通不如余额宝，这个影响大，所以这一仗腾讯没干过这个阿里巴巴。那好，回过头人过年的时候，腾讯来个抢红包，咱们有朋友玩过这个都很入迷。你看着抢红包不起眼点事，觉得挺好玩。腾讯用极微小的成本把他的微信和你的银行卡绑定到一块儿了，又争取了一个移动支付客户，所以这一战等于腾讯扳回了一城1比1。接下来两家快滴、滴滴这种打仗，现在看能打成平手，但打成平手的结果是这个市场他们占来了。有的时候这种充分竞争啊，不要以为他俩两败俱伤，往往是第三者、第四者给撵出去了，他俩独大。所以说这种竞争对他们俩是特别有好处。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双赢，多赢。那起码这段时间乘客少花钱了，出租司机多挣钱了，这个补贴很实惠的进到老百姓兜里了。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呢，很有可能呢，这个马云和马化腾两个人把竞争战场往远了扩，没准就能补助你住酒店，补助你吃饭，补助你看电影，这都有可能。他为了争夺你这种支付，只要你发生买卖的地方，他可能为了争夺你都会给你补贴。就是现在这个企业，他要想占据这市场，那他就得让
这个客户更多到他这儿来，他就得让客户对他这种体验要好。那怎么能达到呢？他可能就要让利，所以他为了自个儿挣钱，他就得让利给你。咱们很多朋友看过那个李汝珍那个《镜花缘》，《镜花缘》里头有个君子国，就想象当中的买的跟卖的，这买的呢想多给钱给这卖的，卖的想少要钱，这俩人就争上了。这多大公司，争来争去，有人给评理，这么的吧，你们把这个多出的钱给旁边要饭的。你这么干时间长了，一定会造成了要饭的成堆，都来占着便宜了，买的卖的都亏了。那么到最后，卖的也不卖了，买的也不买了，你经济交换就实现不了，那对社会的影响得多大呀？所以我说，很多人说，哎，现在这个无奸不商啊，商人就是让你受伤的人，这种看法要扭转。商人只有一门心想挣钱，才可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如果他不想挣钱，这事儿都坏了。所以这一点可能和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存在很大的分歧。电视机前尤其一些中老年观众，您不妨仔细琢磨琢磨，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你通过这个马云马化腾两家打仗，通过快递滴滴对着掐，他们俩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将来能够有很好的盈利模式，能够抢夺移动客户，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得了好处。所以我说这快递滴滴打仗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的法则。当然了，这两家软件打仗呢，由于它两家这种竞争时间太过集中，太过迅猛，它形成了一些社会问题。什么问题呢？司机驾车途中频频刷单，行车安全难保障，乘客司机合伙作弊，催生省钱攻略，不花钱反赚钱。打车软件热闹背后乱象丛生，实惠背后暗藏隐忧。打车软件该不该被叫停？挑客挑路线佯装视而不见，打车神器为何反让打车难雪上加霜？这一市场究竟该如何规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梁观世界，打车占了谁的便宜？正播出。当然了，这两家软件打仗呢，由于它两家这种竞争时间太过集中，太过迅猛，它形成了一些社会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还拿我一次打车经历。前天晚上我打车，拉着车门了，我说我师傅，我去哪儿去哪儿？这时候说对不起啊，先生，我这正好接一单，你这先那个你别坐了，你找别的车。我说我可警告你，你这是拒载，你车门没开，我没坐上怎么都行，我坐上来了，你说你拉一单，这是拒载。那司机一看我是个明白人，不敢说了。啊，行，那我拉您吧，我打电话我把那单退了。你看看这是什么现象呢？这两个软件激烈竞争的时候，反而在路边招手打车的人越来越不好打。现在打车很多空车开过，招手也不停，这个也是要学了，不学的话就不行。司机也会选择挑单，就是路程远他优先。本来是我们知道像一线城市打车就难，现在是呢，这些司机心思都忙着抢单，道上有人他也不拉，为啥？他抢一单活之后呢，他不仅是挣这个打车钱，还有补贴呢，所以他不愿意拉你道上这帮人。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短途的，坐2-3站地铁的，可打可不打的，占这便宜他也来打车来，把真正打车的需要那市场又给挤走了一部分。另外你想，会用这软件的年轻人多，岁数大的打车亏了，在道上越挥手也打不着，所以它事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再一个，在车上一个劲儿抢单，关注支付，关注抢单，经常这手把方向盘，这手抢单，旁边坐的乘客心里得怎么想？有很多地方这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很多剐蹭事故，都和出租司机心有旁骛有直接关系，而且还衍生了这样现象：司机跟乘客合伙骗单，甚至司机跟司机俩司机在那趴活呢，一人拿一个手机，假装抢上单了，有订购了，然后双方来骗补贴。它引发了一些关于诚信的问题，引发了一些刚才我说打不到车呀、交通安全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这个事儿呢，相关的部门已经开始处理这个事儿了。你比方说北京的规定呢，在车上只能安装一个打车软件，你安了这个快滴就别安滴滴了。上海规定早高峰期间是不能用打车软件的，它都是为了控制这个打车软件竞争过程当中产生一些不好的社会问题。但是我说这种控制有的是局部管用，有的是压根就不应该。你比方说怕安装多个软件影响交通安全，国外有这样方式，就只要你这车开起来，这软件的界面是看不着的，是灰色的，只有你停下来，软件才显示，你才能抢单，这就保证了安全。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在这个时候政府要管的话呢，不应该得把它管死了，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的城市叫停打车软件，怕啥呢？怕这是给搞乱了。说这样黑车也冒出来，什么交通安全也出来了，我让他别出这些事，干一刀切，你也别用了。这其实等于把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扼杀到摇篮当中。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交通部部长杨传堂他也曾经在这个广播里给大家解析了一下打车软件竞争。他说，政府是一定要监管，但是不能盲目叫停，要提高服务，加强规范，对这个技术创新要给予支持。我想这个在一定程度代表了我们中央政府最为正确的一种态度，就对这种技术创新要给予扶持，政府要进行管理监管，避免出现这些问题，而不是一刀切的叫停啊、拿下呀，或者让权力寻租进入到这里。有的人说这竞争也没好处，争来争去别人家都弄死了，就是微信呢或者支付宝一家独大，这不垄断了吗？我告诉大家，这不叫垄断，那种随时可以进出的行业都不能叫垄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个行业一家独大的企业，可能转瞬间被别人取代了。为啥？这个行业能自由竞争，谁随便都能进来。那么人家提供比你更好的服务，服务的价格比你低，可能就把你取代了。所以这种自由竞争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们每个老百姓能够得到越来越优质的服务，越来越低廉的服务价格。所以今后我觉得中央政府对态度非常重要，就是对这个行业要进行监管，要建立规范，但是呢要鼓励它技术创新，把更多的实惠让渡给老百姓。政府管它该管的事，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交给社会。其实说到这儿，你也就想起来了，去年18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可以说是核心层面的纲领性的东西，那就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这句话，如果您不理解的话，你就可以从最近这个快递跟滴滴的竞争当中上一堂生动的市场竞争。